听说飞驴电动车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周立奇倒掉了，听说而已，我没有亲见，但我却见过未倒的周立奇，摇头晃脑地带着银手镯侃侃而谈，开着豪车风驰电掣般碾过路面，搂着娇媚娘神色傲然地指点江山。这就是周某人，网络红人，精神领袖，切格瓦拉形象大使，不可能打工逆袭之王。人们大概的确都这样说。精神领袖的事迹我也听说过。年轻人不要慌，犯法也能犯出名堂，形象大使那就更不必了。难道也要仰天长啸偷车去？我被其是打工人，至于逆袭之王，真不必以此为荣且沾沾自喜吧，只不过是无聊者流，哗众取宠罢了。所以精神务必精神，大使实为大师，逆袭只不过是逆袭罢了，仅此而已。我以为，然而在这所有的网红逆袭中，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周立奇君。有网友曾经常常讨论说，这周立奇君也着实可怜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移动会爆炸的电瓶与夜色之间，便让那句忘掉它吧，我替人家换新电瓶养你啊成为了可能，后又因思念志同道合之挚友而身陷囹圄，及至刑满归家。此君思自有无端的悲哀，电瓶防移动系统竟然升级了，但他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曾经的经验使他反省，终于看见自己了，就是自己竟然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而周立奇君自己讲起来还要有趣的多，大约是什么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，又说什么里面的人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我超喜欢里面的之类的话。而此君似乎也很享受众人投来的目光，又说什么进看守所感觉就像回家一样，此处停放电瓶车等你走路回家之类的话。网民们的情绪似乎很容易就被调动了起来，就一起嘲笑他说，周立奇，你头上的卷发又长了。他并不回答，有的又叫道，周立奇，你又偷人家的电瓶车了。此君便涨红了脸，露出颓唐不安的表情来，接连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生意又不会做，又没有朋友耍，阿珍不知道在哪之类的奇言怪语。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，人群中也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。昔日也有网红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资本与炒作几个字，我横竖睡不着，下定了决心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，流量。若是网络总是以流量为王，那么凡是没有流量的，即使三观如何正确，精神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流量王者的垫脚石和看客罢了。有趣的灵魂死去多少是不会被网络所记住的。若是社会总以流量为王，即使是窃贼或暴徒，即使一再挑战社会的底线，即使完全背离了人们的生存价值观，即使一味的恶俗输出，只要拥有流量，就可以被无良追捧，就可以被资本包装，就可以被潮流裹挟。从来如此便对吗？大都如此便对吗？所以我忽然就又担忧起周立奇君来，那个出狱后拿着水桶在自家地里种菜，那个愿意从真心改起的人，那些和家人相聚的温馨景象，本来是十分清晰的，现在却忽地模糊了，这使我感到十分的悲哀。所以若说还有什么希望，就在这周立奇君的倒掉，就在这无良的萧条，就在这资本的叨扰。但周立奇君不但没倒，此后他大概的确竟做老板了，开着豪车载着阿珍，周边的同乡对他说话竟也切切的。现在这样竟也发财吗？发财那是自然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网红经济时代，流量就意味着一切，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。飞驴出事了，他性情虽怯弱，却有了狮子般的雄心，狐狸的狡猾。
如此荒诞，病得不轻。你们真的要改改了，从真心改起。要晓得将来荒诞的事会越来越少，所以现在周立起军们必须要倒掉了，则普天之下的人民，其欣喜为何如？这是有事实可证的。是到各大网络平台、现实生活中去探听民意去，凡有少许分辨力者，谁又不是举双手赞成的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，他们一边嗟叹着呜呼哀哉哀哉，一边抽出抹眼泪的手，笑嘻嘻地数着手里有几双。我向来是不单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资本与流量的，然而我还不料，也不信无良与无耻竟会凶残到这种地步。哪里会管你是圣人还是魔鬼呢？以前做了件犹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现在若是做了件，人生便有1万种可能。孩子们可能也会觉得犯了罪又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救救孩子。所以若论周立起军命的倒掉有什么意义，我想这大概会给立志要做周立起的人们敲了警钟，这会给正在做周立起的人们当头一喝，这会给热捧周立起的资本们一次极大的震慑，这会给摇旗呐喊者们一次极大的鼓舞。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埋头苦干的人，拼命实干的人，为民舍命的人，为国捐躯的人。若要问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，却也看不真切呢。但他们合在一起，我却看到了4个大字：民族脊梁。这一类的人们，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？只是没有热搜，他们就应该被忘记吗？只是没有流量，他们就应该被掩盖吗？只是没有被宣扬，他们就很遥远吗？若要看清一个民族的脊梁，就一定要抹去其表面的庸脂和俗粉。所以周立起们的倒掉，那简直是活该。唯愿中国的青年都能做民族的脊梁，唯愿中国的青年都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作践者的话，能做事的就做事，能发声的就发声，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，不必躺在黑暗中假装等太阳。也愿你能摆脱丧气，不要去计较胜负。优胜者固然可敬，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，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，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。又愿你能摆脱福气，坚守心中的那道光，纵令不过一道光，也可以学学日月星辰，因为都是光，可以相通。中国的未来，拜托诸君啊！